哈哈哈哈哈！陈公子是我的稀客，今天怎么突然跑来找我松井了？啊，有何见教？不敢，只是看到大日本皇军为了保护我们上海商人的经营利益、经营安全，鞠躬尽瘁，不辞劳苦，在下真是感激万分呐！总想着能够为皇军做点什么，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只是我今天一来是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，二来是想向阁下解释一下我们永安现在面临的困境，还希望阁下多多谅解。陈公子是代表你的父亲来推脱捐助给皇军的面粉是吗？不，阁下是误会了。接到皇军的命令之后，家父就开始积极着手进行准备。只是现在我们加工的面粉所需要的小麦运不进上海，我们的厂子都已经面临停产了。那么需要皇军帮你们做什么？哦，我们不需要皇军帮我们做什么，只是我们不能够为皇军做更多的贡献，只能拿出一点点的面粉来。很好，那么你所说的一点点面粉是多少？经过我们库存的盘点，发现我们只有20吨，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皇军的需要。よし。陈公子果然非常的慷慨，我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的慷慨表示感谢。哦，不用，司令官阁下就不要跟我客气了，在下只是一介草民，阁下是一阵风，草往哪边倒得听风的。就像您说的，我们同为亚洲人，都是为了大东亚的共存共荣嘛。陈公子果然很有见识。哦，陈公子代表陈少辉，要向我们皇军捐赠20吨面粉。嗨，陈公子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属下怕这其中有诈，所以特来向阁下汇报。你用假游击队调查他，结果怎么样？阁下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陈仲这个人，我认识了很多年，他一直是一个好逸恶劳、惹是生非的花花公子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像陆浩然这样的人，也能跟他十分要好。这一点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那这次运送面粉，一定要我们的人来运送面粉，陈仲的人绝对不能参与，这样他就耍不了什么花样了。嗨，那个南京政府的特使，不是有家报馆吗？对，叫新湖报。既然他们同意捐赠，我们就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，大肆的宣传一下。我们要他们发一个头条新闻，就说面粉大王陈少辉的公子代表他的父亲向皇军捐赠20吨面粉，来响应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。你要组织一个捐赠仪式，让陈公子当着大众的面把面粉捐出来。嗨，属下明白。哼，这他娘的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他有这么办事儿的吗？咱们原来都说好了，20吨面粉归咱们用，现在他出尔反尔，不行，我得找陈少辉评理去。大爷，陈仲代表陈少辉向日本人捐赠20吨面粉，是有蹊跷，能不能是陈少辉他另有难言之隐呢？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算了，你说的倒是轻巧。弟兄们怎么办？你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啊？说的也对，不过是我们向人家借粮食，即使人家反悔了，咱们也不能打到人家门上去，这样不合情理呀。大爷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派人去把陈仲请过来，您跟他当面谈一谈，这样是不是更合礼数？那好，你亲自去把陈仲给我请来。浩然呐，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呢。怎么了？你陈伯伯家的那个大公子陈仲啊，这次可真露脸了。
他居然帮上了日本人。帮日本人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冒用你陈伯伯的名义，给日本人捐了20吨面粉。你看看，日本人为了这个，要专门给他搞一个捐赠仪式。哼，老头子气得血压都升高了。你说这要气出个好歹来怎么办？我觉得呀，是不是一场误会啊？什么误会？哎，现在上海的各大报纸都在报这件事儿，白纸黑字，那是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再说了，这个陈大公子胆子再大，他也不敢这么拿日本人寻开心吧？啊，那倒是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过来，过来！爹，你这个畜生！你竟敢以我的名义向日本人捐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爹，您听我解释啊！解释？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爹，我现在只有这个办法，能把面粉从仓库里头运出来，然后再让唐望主自己想办法得到面粉。想办法？你以为帮会能跟军队抗衡吗？现在报纸上一宣传，你让我在上海滩怎么混？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到头来我落个汉奸的名声。你有辱陈家的列祖列宗，陈家没有你这个数典忘祖的不孝子孙。你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门，再回来我打断你的腿！滚！走！滚！滚！这件事情你们办得十分漂亮。现在所有的华商都把陈少辉当成国界老鼠。没关系嘛，我们收编了一个陆家二公子，也可以再收编一个陈家公子，只要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上海的金融计划有帮助。阁下，听说陈少辉已经把陈仲赶出了家门，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。这正是我们要的效果。兄弟反目，父子成仇，多好的故事啊！我们可不能把这几出戏搞砸喽。嗨，陈公子请。老大，陈公子我请来了。你还真敢来呀？这有什么不敢来的呀？这又不是龙潭虎穴。再说您谭老板请我来的，我要是早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排场，我早就来了。要不然我岂不是太不懂情面了？哼，讲得好啊！在江湖上跑的人讲的就是信义，重的就是情面。可现如今我谭望祖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还讲什么情面？谭老板，您可别这么说。在上海滩的地面上，谁不知道您谭老板啊？只要轻轻一跺脚，这黄浦江里的鱼都得噼里啪啦跳上岸来。连日本人都得让着您3分，谁这么不开眼，敢得罪您啊？哼，还就是真有那些不知死活的人，见日本人来了就忘根弃祖的在日本人面前讨好，他这还有什么信义可言？还讲什么面子？谭老板，您这是话里有话呀。陈仲听不懂，听不懂，那你还看不懂吗？就为这事儿啊？陈仲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你说那些跟我玩心眼儿、抖机灵想涮我的人，有几个落下全尸的？您这一点都不像是请我来，倒像是对我兴师问罪的。看样子你还不傻呀。那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你要解释可以，不过这人多嘴杂的，要是您哪个兄弟哪天喝多了走了嘴，我怕咱们俩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吧。让他们都下去。走吧。陈仲啊，现在这个地方就剩下你和我，说吧。记住了，别玩火，玩火必自焚。谭老板，我陈仲从小到大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我还没到那种拿自己开玩笑的地步。
可是这回你的玩笑可就开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谭望祖自打出道以来，我就没求过人。是，家父知道以您的脾气不会轻易向人开口求救的，所以您那天一来他就同意了。只是我们家的粮库已经被日本人管控起来了。再说20吨不是小数目，怎么给您拿走？是啊，那这件事情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，但是我谭某人也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，闹不好我只能另想办法了，总比你把那粮食送给日本人要好吧？谭老板，我知道你们江湖上讲究信义2字，其实在我们商场，商人也很有规矩，讲究诚信2字。家父答应您的，一定会做到。所以那天您走了之后，家父就整天唉声叹气，茶饭不思啊。我怕他急出病来，所以我就生死险中求，背着他，以他的名义把面粉交给了日本人。什么？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，你这是想着法儿的在耍我呀！谭老板，您听我把话说完。粮食在库里，我即便是答应给您，您能拿得到吗？现在日本人在搞粮食配给制度，没有他们的允许，任何人都拿不走。如果想拿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给他们。只要粮食出了库，以您谭老板的实力，在上海滩演一出劫黄冈的好戏，不是很轻松吗？劫黄冈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我说你小子是绕着弯的把我往死里送啊你！我跟您无冤无仇的，我害您干什么呀？你还不害我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就连蒋介石的正规部队都被那小日本赶到重庆去了。你说就凭我这100来号人，10几把破枪，你让我虎口拔牙，白白送死？这种不顾弟兄们死活的事儿，我谭某人是不会干的。谁让您去抢日本人了？这粮食，他可是从我们家库里拿出来送给日本人的。您记住，可是送。这粮食交到日本人手里之前，他还是姓陈的。您抢的是我陈仲。再说了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谁知道是谁干的？说不定是共产党干的，也保不齐是国民党干的。这话听起来倒是挺动听啊，只怕到时候日本人要亲自押送这批面粉的话，那我们劫黄冈是不大可能。再说了，我是不会拿弟兄们的生命开玩笑的。如果您十分想得到这批面粉的话，我倒还是有一个办法。陈先生有话请讲。如果是日本人押送面粉的话，其实您只要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摸清楚日本人押送面粉的路线图即可，其他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办。如果成功的话，20吨面粉就会成为您的囊中之物，意下如何呀？好，你是说，如果只是提供运输线路就能得到20吨的面粉，这不是太便宜了吗？这是交易，各取所需嘛。这样既可以解决家父面临的困境，也可以解决您的借粮问题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陈公子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成就。怎么样，安妮？摩西雕像上的密码破解了没有？破解了，真的。雕像背后的16个数字，其实就是英文字母的讯号。把数字转换成英文，得到就是 Pentateuch。Pentateuch 就是摩西五经的意思。所谓的摩西五经的秘密，其实指的就是多拉，所以得出的3个数字就是285。安妮，你简直太聪明了。其实应该多亏沈伯母，是他提示我这16个数字可能是英文的序号，我才根据这个提示，最后找到密码。可是沈伯母怎么知道这些数字对应的是英文序号呢？这个重要吗？我不觉得。问题是，我们只要能够找出密码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又不是破译密码的专家。浩然，
你想的太多了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小河。沈伯母整天都在医院忙碌的人，他哪懂得破译密码？也许吧。看你这儿乱的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我刚看到报纸了，想你这边一定有事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不孝子孙被父亲赶了出来，以后再也不许进陈家的门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你是不了解我父亲，我父亲顶恨日本人，而且非常果断，决定的事情永远不会改变。你这次捐面粉，就是你说的上回那次行动吗？没关系，事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，你父亲会理解你的。不，他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的。会吗？会的，相信我。你身边所有了解你的人，都会为你以及你投身的事业而感到骄傲。娜娜，也包括你吗？当然，当然包括我。王先生，一点大洋，小意思。无功不受禄啊！谭老板，你最好还是把事情说明白了，让我也掂量掂量这笔大洋我是拿得起还是拿不起啊！啊，王先生果然谨慎。好，那咱们就长话短说。我只是想请王先生帮我打听一则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这2天的报纸您都看过了吧？说是面粉大王陈少辉要向日方赠送面粉，犒劳日本官兵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啊，而且捐赠仪式就在这几天进行啊。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让你帮我查清楚这运送面粉的路线。哦，谭老板是要打那些面粉的主意了。至于其他的事，你就不用管了。这点大洋只是一点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谭老板大方啊，不过做这件事情太冒险了。王某人不想为这么丁点的定金，就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太不值了。废话少说，你开价吧。10卷大洋作为定金，事成之后我还要10卷。好，成交。一会儿你把这些祖宗放到面粉袋里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哎，时间都设定好了吗？设定好了，只要你准时把他们送到物资转运站，就肯定没有问题了。陈忠啊，哦，对了，为了增加效果啊，你最好再去中桶搞一些粉状炸药混到面粉里，这样的话，整个面粉袋就会变成一个硕大无比的炸药包。宝贝儿，烧好了啊！你又发财啦？那当然了，金某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发财，这就叫本事。哎，你知道这些大洋是谁的吗？
谁的？谭望祖的。谭望祖？嗯，这怎么可能？谭望祖怎么会给你这么多钱啊？所以说这才叫本事啊！你想想，整个大上海有几个人能跟谭望祖要钱呢？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才是定金，后面的还多着呢。罗医生，请喝茶。哎，谢谢，陈先生太客气了，一直就想来拜访您的。上次小儿受伤，多亏了罗医生鼎力相救，才保住了小儿的胳膊啊。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本分。哎呀，家门不幸，小儿不成器呀。早知道保不住他的胳膊，也许他就不会干出这种数典忘祖的悖逆之事了。陈先生，今天我来是有件事情想告诉您。哦，什么事？罗医生，请讲。我在给陈忠治伤的时候，发现他的伤口很奇怪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他受的不是普通刀伤，所以他也不会是因为打架而受的伤。罗医生的这些话，在下就不明白了。不是普通的刀伤，又是什么伤呢？我敢肯定，他受的是日本武士短刀所伤。短刀？对，就是日本武士短刀。而且有一点您可能不知道，当初之所以准备截肢，是因为他的伤口中了毒。罗医生的意思，沉重的刀伤是日本人所伤。是不是日本人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我敢肯定，是一把涂有毒药的日本刀伤了他。陈先生，有句话，我不知该不该讲。哦，罗医生，请讲。我们医生看病，往往不能只根据病人表面的病情而随便诊断，而是要细细的探究病灶背后的原因。罗医生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明天啊，就是面粉捐赠仪式了，大家准备的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把炸弹已经伪装好了，就剩把炸弹混在大批面粉当中了。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判断，日本人是不会让中国人把物资运送到武器仓库和粮食仓库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在中途制造一起打劫事件，把面粉炸弹混进那20吨面粉里。军阶同志，你那边中统行动队的人安排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底下的人会不会对这次行动产生怀疑？重庆方面曾经指示过我们，让我们对日本的军需仓库进行破坏。咱们这次行动啊，实际上就是借机下蛋，利用中统的人力物力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。这就好。谭望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谭望祖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他们已经弄到面粉运输路线图了。看来啊，我们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你们知道谭望祖从谁手里弄到路线图的吗？谁？ 《新沪报》的主编王安。王安？王安这个人十分可疑。你们发现没有？每次日本的新闻，都是王安的《新沪报》跑在最前面。尤其是假游击队的事件，给我们地下组织抹黑最重的，也是他的《新沪报》。怎么又是这个王安？听我弟弟说是他把大华船厂的地契抵押给日本人的，就是这个人。看来这个人物不简单呐。军阶同志，你要通过中统的关系，查清楚这个人物的背景。是。各位，今天对我松井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为了把黄种人从白种人手中拯救出来，为了亚洲的安定和发展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在全线浴血奋战，从没有退缩。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武士的职责所在。我们不为金银，但求亚洲各国的团结。今天，上海大慈善家陈忠公子向我大日本皇军捐赠了
20吨的面粉。给日本人捐数量献面粉，虽然不多，真是个大汉奸。但是这足以证明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条心。谁跟他日本人是一条心？对，安静。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啊！为了中国人，为了日本人，我们全亚洲的人民，为了大东亚共荣，终于站在了一起。今天不仅仅是面粉的捐赠仪式，今天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。它将被写入我们两国的历史之中。陈绍辉先生和陈忠先生，他们的名字将被子孙万代记住。下面，我们请陈忠先生代表陈绍辉先生讲话。为了大东亚的共存共荣，真是一贯尽杀，就是个大汉奸。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。我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商人应尽的义务，实际上是个禽兽。他肯定将来不得好死。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谢谢大家。陈先生，哦，对你的慷慨，宋景我铭刻在心。你永远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和我宋景本人的朋友。能成为您的朋友，我也觉得非常荣幸。你这么着急要上哪儿去啊？肖队长，你这么冷冰冰的冒出来，吓我一跳。光天化日的，你小子要是没干什么亏心事，能被我吓着吗？说，你又干什么缺德事了？可不敢，可不敢。有您在，我哪敢干呢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好你个小子，有种，那就跟我走一趟吧，说不定还能逛逛日本宪兵队呢。肖队长，你可得饶了我呀！我可是什么都没干呢。我在租界混了这么多年，你小子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，说不说？你要不说，那你可就是具有重大嫌疑的抵抗分子了。日本宪兵队对付抵抗分子的手段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肖队长，我求求你，行行好，你饶了我吧。那你就说。我说了，你可别告诉我们老大。事情要是砸了，我们老大非得对我这些家法不可。你先说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老大听说有人要劫陈母子送给日本人的面粉，让我来探听情况。有人要劫皇军的面粉啊？もしもし，我是上山伯爷。什么？有人偷袭？我是上山伯爷，立刻派出物资库转运库的士兵接应那5车面粉，面粉拿不到，你就自己向天皇谢罪吧。告诉大家，小心点，过来了。哎。什么这家伙！搬东西。是，走。快！小心！队长，鬼子援兵到了。撤！
你们没事吧？那些中国人自不量力，被我们大日本皇军统统都消灭了。Yes， 你们辛苦了。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这些面粉就交给你们。放心吧，开门。站住，把门关好。好。哎，顺利吗？还算顺利，不过有点小波折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刚刚得手，鬼子援军就到了，发生了一点小摩擦，还好，炸弹安置成功了。哦，有伤亡吗？有2个同志牺牲了。这是在被击毙的劫匪衣领中发现的药丸，经过化验是剧毒氰化钾，而且这些劫匪中有一些穿皇军军服，看样子不像是一般的匪徒。这种药丸是国民党中统局配发给每个谍报人员，以防意外不测。这次劫机事件很有可能和重庆政府有关。可是，重庆政府为什么要对运面粉的车袭击呢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运输线路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。难道重庆方面这次劫车是一种偶然？这连3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。从这点分析，我们内部一定有人向重庆政府方面出卖了情报。要是这么说，我倒是怀疑是南京政府特使金培信所为。这个人曾经例如《新沪报》以跟踪采访的名义打听过运输路线。你把运输路线告诉他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让他去询问后勤部门，估计他是从后勤部门那里得到运输路线。不干！一定是他骗取了情报，出卖给了重庆政府方面，才会有了这次袭击。徐家汇昨日发生大爆炸，伤亡情况不明。卖报！上海徐家汇给我来一份。发生大爆炸，伤亡情况不明。卖报！特大消息！卖报！松井君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有多大的影响吗？松井十分惭愧，松井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爆炸？查清楚了没有？是这次运送面粉出现了问题，我怀疑有人在面粉中放了定时炸弹，导致了物资库被炸。定时炸弹是陈重派人放的吗？不会是他，因为面粉从车库到运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中，陈重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做手脚。那你刚才说运输面粉中间出了问题，出了什么问题？是面粉在运输到物资转运站的途中，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。我们现在对那些袭击者的尸体进行了严格的检查，我们发现，在他们的衣领里有氰化钾这样的毒药，这肯定是重庆的人做的。运输面粉的路线，重庆分子又怎么知道的呢？根据形势的判断，我怀疑是南京政府方面派来的特使所干的。谁？就是《新沪报》的王安，也就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金培新。有证据吗？在事发之前，他曾经询问过我们运输面粉的具体路线，而且根据特高科的情报，金培新曾经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人，
他后来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，所以我们怀疑他是个双流间谍。此人在此事件中嫌疑重大。这个人倒是十分特殊啊！既然他是南京汪精卫派来的特使，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动他。你赶快派人秘密监视他，有任何行动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嗨，这次日本人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这叫恶有恶报。我们转移美钞和黄金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只是我觉得最近日本人查得太紧了，再加上物资转运库被炸，如果我们贸然偷运的话，可能就会被发现的。这关系到我们陆家的将来啊，谨慎一点好啊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我想趁着下个月浩然和安妮结婚的那一天，我们把东西送出去。为什么？日本人怀疑昊天跟安妮的订婚是假的，他们提出要参加他们的婚礼，松井太郎和上山伯也可能都会参加。我想，只有这个时候偷运出去，他们才不会注意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把东西运走。想得好啊。就这么定。什么？这是太太亲口跟你说的？是啊，二少爷，太太和老爷已经商量好了，就定在大少爷和安妮小姐结婚的当天晚上。这么快？对，绝对错不了。他们定的就是这个时间，还说越快越好。他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！安伯，浩然，安伯，您来了。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怎么了？这次我们的任务十分成功，老家来电嘉奖我们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这日本人啊，千算万算，可是就是没有算到，他们精心保护的物资转运站，糊里糊涂的就被炸了。日本人在中国南方的战略计划也就此搁浅了。好。这次沉重，忍辱负重，才使得这次行动取得圆满成功。你父亲的情况怎么样？还是不让我回家，我就暂时住在这儿呗。陈重同志，你受委屈了。安伯，我没事儿。这点风浪对于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呀？再说我们还把日军的物资转运库给炸了，受点冤枉值了。等抗战胜利后，我一定向你父亲解释，他的儿子是为国家、为民族奋斗的好儿子。哎呀，昊天，你给我行了，别再喝了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你至于这样吗？他陆浩然算什么东西啊？你说，他陆浩然哪点比我强了？好了，我现在成什么了啊？我什么都没得到。哎呀，昊天，昊天，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嘛。你不是还有贸易公司吗？贸易公司怎么了？我替日本人办事儿，我就应该得到贸易公司。好了，老爷子都病成那样，他还想着浩然。昊天，昊天，别吐别吐，来，我们走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
哟，昊天，这不是陆家二公子吗？啊？呵呵，这不是那个小瘸子吗？啊？哎，你怎么骂人啊？我骂你怎么了？我骂你怎么了？我他娘还打你！昊天，兄弟们，把这个罪犯给我铐起来！肖队长，肖队长，昊天他心情不好，喝多了，你给我个面子好不好？啊！放开我！他这是辱骂公差、扰乱治安，必须给我铐起来！别乱动！肖队长，哎呦，我的肖大队长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他爸爸把家里所有的现金统统运往重庆，这明摆着不是给他哥哥留后路吗？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不给我一个薄面，谭老板的面子你还不给呀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哎呦，我骗您干什么呀？这时间都定好了，他哥哥结婚当天把钱送过去，不信您可以查一查嘛。别动！晚上喝的什么酒？再不老实，